贵，顺则吉兮，凶则备。我好像猜错了。快蹲下！这他娘的都是啥东西啊！别动！这是断骨套，是前朝流传下来的墓葬机关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。怎么过得去呀？这种丝，削铁如泥，但也很罕见。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，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。屠夫，哎，你采西面的第4块砖。范辽，哎，你采西南面的第4块砖。好，我们一起向断骨套阵列的边缘靠近。听我口令：1、2、3。配合干支仔细想，定人护符与灾祥。要与人间开龙葵，顺逆之际须理会。1、2、3。我到头了，赶紧开门出去呀！我还不能走。这是皇陵的墓道，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。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，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，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。那这……先别急，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。这里是旧兴卫，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五黄中宫。五黄中宫，屠夫，你往西北方向踩第2块砖。范辽，哎，你踩西南方向的第4块砖。好，好，准备好了。哎，1、2，哎，相信我，来吧，来，1、2、3。我的眼睛！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快躺下吧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轻点。疼不疼呀？你方才发火倒是挺威风的，现在知道疼了？你别动，我帮你把血衣裳脱下来，裹一裹伤口。伤痕已经裹过了。
怎么样了？换了药，已经睡下了。你也快睡吧。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竟然答应让他一个人去送行。年轻人身板壮，不会有事的，您别太担心了。对了，府上带那养荣丸还有吗？有，只是不多了，只够您再吃个3、5日。我不吃了，给职工那送去。那他年轻，不能落下病根儿。是。侄儿心思重，这一趟恐怕伤的不仅仅是身子。侄儿，怪娘不好。大嫂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住纸丫头。他二嫂都过去了，这白日里啊，我是碍于面子，一句软话也不肯说。纸丫头委屈也是应该的，别难过。你自问问，哪里像个做姑娘的，哪里像个官宦闺秀？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实在追不上，便罢了。经商这不就是下流行当？若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。丫头，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给你们家薄礼吃吧，省得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你莫要胡说了，你一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同那些商贾们讨价还价呢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，横竖都是我错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，至少有人在家里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心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
祖母，水丫头，今日可好些？好些了，有件事情想和祖母商量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，你是想甩开你娘和三婶儿，独自去做事儿？我想掌家，管事。为何呢？我知道一条路或许能走得通，这条路能救我们，也能救祖父他们。你说说。大清刑律29卷第65条，除10恶以外，视杖徒留死，皆可准许救赎。依刑之轻重，救赎以同。需多少银钱？徒1年20万钱，留2000里30万钱，滞留3000里50万钱，绞与斩120万钱。43人，每人50万钱。2150万钱。2000多万钱？纸丫头，我知道你懂得多，也是一番孝心，可这个数，我就直说吧，就是痴人说梦。莫说如今这个田地。便是从前府里卖房卖地，算上老太爷、老爷几兄弟的俸禄，也绝计攒不出这些钱来呀。是啊，那纸姑娘年纪小，哪懂得您掌家的难处啊？哎呦，我的大姑娘，现在皇都寻常人家，那夫妻俩日夜做工，每月只赚了1、2千钱，吃饭穿衣那生不了几个子儿。1、2千也是难得了，我娘家每月才500钱过活呢。是啊，这现在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吃饭，还有邻哥儿里哥儿要养，怎么才能从牙缝里省下这2000万钱啊？老夫人，芷儿呢，她也是好心，您莫要怪她。芷儿，年纪还小，让芷儿说。眼下叫我掏出这笔钱，或者给出一个一步登天的招数，我的确没有。别说你呀，就算才是娘娘下凡，也变不出这么多钱来呀。但方向还是有的，只要认定了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什么法子？纸丫头，这事儿可不比你赶车送行全凭胆大。莫说千呢万呢的，就说这个月的脚屎，你也变不出来呀。今儿早上煮粥，可是一点米都没有了。鲍夏，你带着银珠缠露拉上车去趟城里，把这个月的吃用都买下来，剩下的按照旧例2成分发给下人们当月钱。姑娘，我这就去套车，立时就出发。去吧。哎，哪来这么大张轿子呀？这10两银子呢，怎么嘴皮子一碰就给下人们分了呢？赶紧叫他们回来呀！不止他们，祖母、婶子、弟妹们都有月钱，这月花了，下月还有。以后我们就有零用钱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做不来的，赶紧给你三婶赔个礼，还请她掌家，快呀！祖母，我掌家1日，便保上下1日月里花销，为期3月。若我做得不好，约双手将账本还给三夫人。放晴了。昨儿还压着一片云头呢，许是昨夜叫风给吹散了。芷儿，过来。祖母，
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其他的事情，我眼下确实不知。我不是要问你，既允了你当家，成败对错就由你承担。不过有一件事儿，需要你做个决断。是同沈家的亲事。我孙女儿。祖母，请替我写一张帖子，与沈家退亲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这帖子我不写，我要亲自带你去沈家退亲。这丫头，走。祖母，我驾车不熟练，你可会觉得颠簸？挺好，想着晚上多给我加碗米饭啊。以前出门坐马车啊，都是有棚带盖的，窗户小憋闷得很。今日这一趟，一目千里，心里也开阔。花老夫人求见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呀，逼都逼不及，你还叫他们进来？你懂什么？花家那一老一小，谁不认得？若是在门口待久了，肯定会坏事。夫人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一会儿不管他们来做什么，打发走他们便是。我吵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他们是吃人的老虎不成？老妇弱女，也把你们怕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躲便躲。我来招待花老夫人。夫人，老姐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便是你家大姑娘吧？正是。夫人万福。老姐姐，大郎还未放衙，只能由我婆媳2个招待亲家，怠慢了。沈大郎步步高升，官家倚重，自然无暇招待闲客。这样也好，没了男人，咱们娘儿几个正好说说体己话。请。老夫人如今住在庄子上，想必不比城里。有什么缺的短的，我派人给您送去。啊，或就今日用板车拉回去也成。庄子上虽清苦，有我孙女在，倒也不缺吃喝。我听说了，芷姑娘当街卖桃符，这皇都里啊都传遍了。我也听说了，多亏了你家琪儿帮衬，真是个正直仁善的好孩子。当年老太爷定下的这门亲事啊，没看错人。啊，琪哥儿明年正是要科举，如今啊正是用功的时候，这门亲事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老姐姐，今日登门打扰，本是不该，可我觉得做人做事应该有始有终。那日你去庄子上是碍于情分，可我不能装聋作哑。如今你我2家云女殊途，这桩婚事不合适。今日我替老太爷做主，收回这桩婚约。我们2家本是世交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们。不过是时过境迁罢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当年议婚之时，你家随曹铁送到花家的礼物，都被抄没了，如今难以奉还。哎呀，不必再提了，有债必还。今日花家还不上，
未必将来还不起。芷儿，两位长辈看看，可还少了些什么？我舔言写了这张欠条，收好。老姐姐，你要臊死我呀！账是账，情是情。芷儿，我们不打扰了，你多保重，千万留步。花芷来了，来退亲。琪儿，花芷，沈郎君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君子有信。无论我祖母、父亲、母亲是如何说的，我沈清都会守约如初，不离不弃。沈郎君，不是的，是我自己要退婚，无人逼迫我。你不想和我成亲？沈清，你是个顶好的人，将来不管是哪个姑娘嫁给你，都是此生的幸事。多谢你倾囊接济，也多谢你买我的桃符，多谢你追出来同我说那番话，这一切我此生都会铭记。快回去吧。芷姑娘，那以后，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？当然是啊。走了。我来吧。我行。操！难怪花家娘子不要女儿酒了，她今日和沈家退婚了。我在那儿盯了一路，那沈大郎还一瘸一拐的追过来，两个人难解难分的，不知道说了点啥，最后还哭得稀里哗啦。他哭了啊？那可不。那你说一个大男人为个小娘子哭，还真是。啊，那个头，那些酒既然您吩咐了，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我觉得放在铺子里不妥当，就让他们都叫回来。嘿嘿。福东做的越来越好吃了，把我舌头都养刁了。你尝尝。好吃。芷儿，你今日真吓了我一跳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哪来这么多钱呀？私塾给我备的出嫁酒被我当了，这是一半的钱，你拿着。这是你的嫁妆。婚都退了，还要他做什么？这些钱我先替你收着，要用时知会一声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芷儿，值得吗？为了这一家子。四婶，其实我没有那么无私，我只是想明白了，与其躲着，不如往前。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不只是为了你们，也不是为了祖父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只有走出去了这一步，才能越走越广阔，越走越痛快。也许有一天，我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
不用依靠祖父，我也能用遍山水游历寰宇。那到时候你要写信给我，告诉我山海都是什么样的。好啊。莫说那些远的，就说你如今的差事，这些酒钱点不到半年就耗光了，生计究竟在哪里？就在这儿。不行不行，怎么不行了？四婶说好吃，柏林玻璃也说好吃。我是自己瞎琢磨的，都是上不了席面的手艺。这眼下也没有席面要做啊，等以后有大席面了，你再犯愁。姑娘既说了，那我便试试。若是不行的话，不行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多的是办法呢。迎春抱夏，每日晨采红果，摘梗挑拣；银珠专司讨喜，缠露密秋，挑八去籽；折桂负责添柴火，福东揭蜜做果子。做完才能各自去休息。这天气还凉着呢，用冷水淘洗野果，这种活你怎么不让你房里的丫鬟干？好，迎春抱夏，那你们两个专司讨喜，你负责采红果。自今日起，做得好的月钱翻番，若有错漏，月钱折半。都去忙吧。是。人不大点，使唤起人来倒利索。由他使唤吧，就当是小孩玩过家家。我也落几日清闲，待他碰了鼻子，就知道管家的困难了。这么多现钱，也不知他从哪儿来的。回头让宝珠问问，那这个钱要是来路不正的话，惹出很多麻烦的。哎呀，我呢就是有这操不完的心呢。走吧，咱们回去再睡会儿回笼觉再说。要有止血药，走走，我带你去找一找。好疼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红果，都洗完我手都要冻掉了。这方法好。哎，停！抱夏，你这么洗不全坏了吗？火太大了，蜜桃手都烧焦了。我从前只伺候里根笔墨，我哪干过这种活啊？算了。你去休息吧，我自己烧火。那是最好。那谢谢福东姐姐。这个纸姑娘，真会变着花样糟践东西。嘿，味道同从前一样好呢。好什么呀，酸死了！不对，是太甜了，这样吃多了会腻的。你们怎么都闲着呀？红果呢？姑娘，我刚去叫银珠和缠露，他们说三夫人的活还没干完呢，一直没回来，就没人去背红果。那就都扣一日的利钱。迎春，从今天起你就不必讨喜了，你就做个监督，有偷懒耍滑、出漏出错的都报给我。抱夏，跟我去摘红果。头，花家旁支这几日都陆续押送出城了。照您所说，要找的人应当17、18岁。我把队伍里年轻的都审了一遍，没有一个人小时候去过灵王府。那书童既不在流放之列，便是家仆之类的。如今花家仆从散尽，想要找到他的下落，恐怕如大海捞针。
花指回去也有2日了，不知道伤养好了没有？这么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认得你，你是那个当兵的。我还多余了呗，不能听呗。那日回去路上，你一直心神不宁的，后来有什么麻烦事吗？那时候没有，眼下倒是一堆。是吗？那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？有啊，我还有这么多红果要摘呢。看来最终还是没能下船。想通了？下船了？借你吉言，我现在是个临时的纲手，掌风使舵，眼下只是琐碎，未来还要往险中行呢。不是当兵的呀，到底是卖船的还是卖床的呀？哎呀，姑娘，你们在这摘果子啊？林婆婆。福东做了些糕饼，你拿回去吃，很软的。又给我们那么多好吃的。哎，这个，你先赶紧回家好好吃饭，过几日再给你送来。快来，谢谢，谢谢。赶紧回家吧。谢谢啊。你认识他们？都是挣扎着生活的人，见着了怎能不管？他的女儿女婿都病死了。包下，走了。嗯。怎么让2个姑娘出来干活呀？你们家男仆人呢？都跑了。老的少的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想来我家谋生啊？我可发不起月钱。这样，等你发得起月钱了，提前告诉我，我马上上门。看来这次回京没有谋得合适的差事。是没什么合适的，给人当打手，整日狐假虎威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活得下去。来日方长，总会顺心遂意的。那我也祝你行船顺风顺水。走了。走。姑娘，我看他脸上那个疤，这不像个胡人。我不觉得。林珠，三夫人那儿忙得不可开交，你倒有空来做闲差。我这就去。哲贵，你们也过来。三夫人说想帮忙的都过来。哦，好。哦。哎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夫人们从早到晚没有事忙也需人伺候，难不成要一一与你禀报？婵洛，你的月钱可是大姑娘发的。迎春姐姐，求你别难为我了，我的身契还在三夫人那里呢。浦东，三夫人说老夫人午饭想吃精米粥，叫你赶紧做。好，我现在做。这时候还早，不着急啊。姑娘，我听银珠说，三夫人嫌家里的丫鬟多，闹哄哄的心烦，还说几个小贱人整日扎在灶房里，不知偷吃些什么，说要再发卖几个。姑娘。
真是稀奇，当家的娘子亲来送饭。我又有事情要求祖母，自然得应亲些。我料到了，说。祖母，先尝尝这腌菜。清淡还爽口。这都是福东在后院摘的，自己琢磨着腌的。这手小的丫头原来是你房里的吧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别绕弯子了。祖母，我想要回丫鬟们的生气，不然福东就要被三夫人卖了。那怎么行？纸丫头，你把我们大家都叫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李哥的诗书还没背完呢。等三夫人来了，大家就知道了。纸丫头，自古船多不爱路，你倒好，算计到婶子兜里了。三夫人放心，今天谁也占不着谁便宜。婶儿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请你三婶保管为好。娘放心，从今以后就用不着了。你们的生气都在我这儿。自府里被抄以来，奴婢、姨娘，咱们互相扶持，彼此都是见证。这些日子你们很为难，我也都知道。但如今既然是我掌家，我也就不会再装聋作哑。无论是老夫人、三夫人，还是我，管得住你们的手脚，也管不住你们的心眼。倘若你们打从心底厌烦这里，不想干活，我留下你们也没有用。求大姑娘开恩，别卖我，我再也不敢怠惰了。大姑娘，别卖我们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发卖你们？我今天拿这些契子，就是要给你们自由。真的呀？纸丫头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这天底下只有天生的男女，没有天生的奴婢。时乖命喘，沦落至此。若能得到自由身，谁愿意为奴为婢呢？我说到做到。我费尽了心力去调教这些丫头，好不容易她们都不逃跑了，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这就什么都没了。那三夫人以后就不必劳心了。可是你放了奴婢以后，谁给我梳头，谁给我穿衣啊？花梨妹妹一双巧手，能画丹青，能绣花鸟，难道穿衣梳头这种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吗？包下，给大家分礼。大家快来拿呀！哪个说？跟拿这是你的，是我的吗？你这丫头，你是真疯了呀你！你们。轻一点！这契子扔进了火里，就化成了灰，从此海阔天空，大家来去自由。我也向大家保证，我绝不会报官。若是想走，赶紧走；若是想留，可以把自己当做故宫，我照样每月发钱。只不过大家都要想好，这关系到你们的前程，不要后悔。前途艰难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活路。放下。我这一把年纪呀，今天看见了这个稀奇的事儿，纸哥好样儿的。姑娘，我想好了，以后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跟着你。我也不走了，还在厨房做事，行不行？好，
好。立秋，你真是要走啊？小姐对立秋的恩情，立秋都记在心里。可是我，快起来！你这离了庄子可有地方去？我哥哥在永州有几分田地，我母亲也在那里。好，你去找迎春支上一份钱，路上小心些。姑娘，姑娘，走走吧，你哭给谁看呢？真是。去吧。给。迎春，你也想走，对吗？胡说什么呢你？你比我们都有主意，就算不做丫鬟，也定能有个好的前程。不做丫鬟又能做什么呢？嫁人呢？你长得俊，嫁个种田的、打鱼的，饿不着肚子。若是能嫁一个行商的，说不定日后还能穿金戴银呢。迎春，我先走了，你也快收拾收拾吧。保重。好前程，便是嫁个好人吗？迎春，姑娘，我一直想问，这段日子我们洗红果、煎红果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本想之后跟你们说的，包夏他们还不知道呢。待福东把煎红果的方子定下来，咱们就拿去城里卖。啊，这红果城里人人都认得，是无人吃的烂件东西，怎么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呢？你只管做得好吃，掏钱是他们的事。姑娘，然后呢？9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咱们从卖红果起，一步步把生意做大。姑娘说的法子，便是从今往后举家经商。这用贫求富啊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咱们既要赎回祖父，只有这条路。行商就好比行军打仗，从前你们都只在内院做事，以后都要做带兵的头领，冲锋陷阵。咱们一起在皇都闯出一条路来。好，我陪姑娘一起。还有我。宝珠，宝珠，我的衣裳破了。夫人先放着，我洗完红果就去找针线。银珠，快来帮忙！哎，来了。来了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好吃呀，夫人。小丫头，竟跟老娘使这招釜底抽薪！
三夫人，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三夫人，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老夫人，您看见外头院里了吗？哎呦，纸丫头弄得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前几天啊，秦姨娘踩着个果子，差点摔了个屁股墩儿呢。秦姨娘那人啊，一向是慌慌张张的。我呢，不是要告纸丫头的状啊，只是这都忙活了几天，全家上下团团转的，可是只见钱出去，没见钱进来。再叫她指使下去，恐怕都要打水漂呢。我啊，知道她要打什么算盘。我以前也是经商的，最知道这个买卖不好做。虽然是新鲜吃食，可是，在皇都里，上到皇亲国戚，下到平民百姓，也是见过吃过的，哪能被这个小玩意儿唬住呢？咱们呢，一没有招牌，二呢没有正店，三没有老客口碑，这怎么卖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老夫人，老夫人。老夫人已经睡下了。还改不改了？姑娘，这方子准能成。不过我们要怎么带到城里卖呢？这放上一会儿便粘住了。从前跟着祖父出行，路过九夷之南，见人断发纹身，围坐饮食，他们也没有筷子啊，借用这竹签穿起，在火上烤熟，很是方便。那咱们庄子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这竹子。这个办法好。这个好看，像大珊瑚串似的。福豆，你给它起个名字。我来起。这是你做的吃食，自然是你起。四夫人说像珊瑚串，但我也没见过。我小时候总爱玩担子，就是这样红红圆圆的。不如就叫它蜜袋吧。好，那明天先做个30-50串，拿到城里去叫卖试试。我们去卖啊？姑娘，这沿街叫卖挺丢人的，你还是口乐去。那银川、福东，你们去。姑娘，您吩咐我的事儿，再脏再累，我绝没一个不字。可这沿街叫卖，实在是……原来你们都觉得为难啊。花灯啊，扎我是能扎，但是如果要是卖的话，咱可赶不上人家冯记灯笼铺还有那廖记灯笼铺。咱用不着跟他们比，我们不卖。啊，那行那行。钟叔，你请按照这些图纸做就行。这是花灯，但是这不是年不是节的，你做这个干嘛呀？姑娘，这东西真有人买吗？那还用说，我已经开始盘算这一串能卖几文钱了。福东做这一锅可不容易呢。三夫人。哎呀，大姑娘，论理呢，大伙儿一团高兴，我是不该来扫兴的。只是我还是得说句不该说的话。这猴渣子呀，滋味应该还不赖。可是咱们这里呀，成日间连个鬼都不来。纵然能做出花来，能卖给谁去？大姑娘是有铺子开门迎客呢，还是有门路寄卖呀？还是三夫人想的周到。那依三夫人看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能有什么法子呀？总不能像你之前卖桃符似的，当街支摊儿啊！哎，
三夫人的想法竟然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样的。这死丫头怎么自打掌家说话声气都变了？这铺子啊、门路我是都没有，所以这几日我每日都进城，用眼睛去看过街人数、个人花销。那数出什么来了？明天是咱们开张的第1天，咱们要赶在放学时候堵在学堂门口。咱们花家带醉，不宜太过招摇，所以呢，咱们就以这个花朵为招子，2两作伴，谁愿意去啊？啊？大姑娘可真是会说笑啊！以咱们家的门第，莫说灵儿他们了，便是一个小丫鬟，哪一个是不要脸的？沿街叫卖，名声还要不要？以后还嫁不嫁人呢？这三夫人啊，又说到我心底去了。迎春报下。咱们把灯笼戴在头上，遮蔽面目，算不得十分招摇。卖红果的是礼花猫、巴尔狗，谁知道是咱家女眷？哎，你别撞我呀！我没一会儿。你说咱们这方法能行吗？走啊，快点儿！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来了，我快去！你去，你快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，啊！你干什么呀？小猫！小丽雨。蜜袋儿，好吃的，你尝尝。给我这个尝尝。哦，好好吃！哎，不白吃啊，一会儿是要给钱的。哎，待会我管家来给钱。你们。福东和鲍夏出去3个时辰，共带回来117文，45入，进账的1/10归你们2个，算作工钱。谢谢姑娘。给。拿着，愿者有份，多劳多得，想必大家也都服气。要不是你扯着我袖子，原本我又没扯你，我又不知道。横竖日子都长着呢，钟叔做的花灯也还都多着。哦，对了，钟叔的手都被划破了，我该给他也送一次去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今天倒是热闹啊！哎，这嚷嚷什么呢？哦，我脑袋戴的什么呀？是怪稀奇的，好像是卖果子的。走看看去。你看那个。三。走。清楚。蜜袋儿，酸甜甜的蜜袋儿的。哎，我钱！你干什么？我的钱！哟，这谁的钱啊？啊，我。
那个，你钱不要了？这人看上去也没那么穷凶极恶啊。要，谢谢。我呢，他挡我道了，我不是帮你，你别误会。不是帮你，你别误会啊。这泡红果泡得我手都发白了，您瞧瞧。来，你也擦擦吧。好。大嫂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也帮不了什么，就去帮钟书裁了裁灯笼纸，涂了涂浆糊，灯笼不够用了。哎，外头满地的红果还不够啊，还要搬进屋子里。哎呦，大嫂、二嫂，你们凑什么热闹啊？哎呀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要不然李哥的纸笔钱打哪儿来啊？一个个的都掉进钱眼里了。秦姨娘呢？死哪儿去了？她呀，一大早就钻进灶房里了，是吧，大嫂？姑娘啊，咱这辛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难道要摆一辈子摊儿啊？先忍一忍吧，要到下一步，至少还要摆上3个月。我们要让皇都百姓都记住咱们花季这句话。3个月啊！姑娘，你让我听着这事儿，别说他3个月了，我再干他3年。走。谁呀那么讨厌？是姬修斯，我知道他是谁。走。啊！这玩意儿太碍事儿了。不嫌丢人了？姑娘，我想好了，这挣钱有什么丢人的？打今天开始，我就不带这玩意儿了。走。感情您不知道啊，那花家那帮丫头那花样不是一般的多，我还特意跑到他们摊位那儿看。哦，我主要是担心吧，花家这帮余孽借此生事儿，咱不能不谨慎的点儿。我都看了，他们那招贴上就没印花字，就印了一朵小花的图案。所以我就说吧，这花大姑娘啊，这个确实心机。你说为啥不写个花字呢？一来花家获罪啊，不便顶个明晃晃的花字儿；二来雇主都是些小孩儿，你说印个图案他们也好记。四婶，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就这？啊？你说了这么半天，就没买2串来尝尝？您不会也想吃那红果吧？我妹妹想吃。他们老早就卖完了。你妹妹也喜欢吃啊？不是，你30圈跑完没有？没啊。那还不去？啊，四婶，那个案头还有好多工作，我去办事了。哎。这张桌子不好，明日换张小些的。是，来，燕西，坐过来。还记得以前，黄伯父您政务繁忙，那时候用膳只一张矮桌摆在旁边，您一面用膳，还要一面考我功课呢。那个时候你个头拔得特别快，长手长脚的，嘿，就窝在那么小一张桌子旁边陪着我。长青，还是把那张茶台搬回来吧。朕同燕西以后还要那般用饭。是。
伯父年岁大了，吃不了太多的腥膻，你要多吃啊。鹿肉，我记得你最爱吃。我也记得，您教过我猎鹿，在围场里生好火，然后直接割肉饮血。唉，如今伯父都上不得马了。来，简溪，自从你接管七秀司以来，做得很好，只是人头落得少了些。伯父也知道，你是为人宽厚、做事有分寸的孩子。不过，当杀则杀，这样会免去你日后许多的麻烦。侄儿知道了。这人老了就是爱说教。说了，吃吧。啊。哎，你母亲的事查得如何了？还没有眉目。吃吧。两文，快来，来，您拿好，谢谢。跟我来一个。两文，来，谢谢。两文，来，拿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也来一串。给。哎，谢谢啊。七秀司的人，这就算是阎王的小鬼来了，钱也照省。来，别插队啊！那人是七秀司查子，之前与你有过过节。啊，难怪看起来这么眼熟。过日，看他刚才那眼神，恐怕是认出你了。幸好没有为难你。多亏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杨柳街有新果子卖，招子上还画了一朵花。那要糊口，总得冒冒险。可做生意总是这样藏藏掖掖不是办法。那要看宫里那位给不给机会了。我倒想问他个明白。不说这个，你尝尝，这说不定是你那日摘的呢。你这么怕酸啊？之前我没吃过。那你等3日再来，等我们做了新的甜果子，你再来吃。弟弟，我想吃这个。老板，果子多少钱啊？1文1个。来1个吧。就1个啊？孩子吃吧。爹爹，你也尝尝。爹爹不爱吃，你吃吧。郎君留步。1文2个，这是补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哎呀，到我们了。站好吃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哎，你说这民间的寻常父子是什么样？大概也是像现在这样，一面吃饭，然后听一些说教的话。哎，我也真是老糊涂了。民间的情形，你又如何知道？身在皇家，哪有寻常百姓那种柴米油盐的福气呀？你能常常进宫，陪伯父吃个饭就足够了。这么做买卖，真的不会赔吗？成本小，赔不了。那过2日有了新的甜果子，劳烦帮我留1份吧，就用你们印了花的纸包起来。好啊，是要给家里人吃吗？给我伯父尝尝。你看，夫人挖个果核，跟绣花似的。快干活吧。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
可爱吗？太可爱了！3、4、5，这是哪来这些鸡呀呀的？已经买回来了，手脚可真快。我是谁呀？只要等他们长大了，咱岂不是都有鸡蛋吃了？侄儿说，咱家总买鸡蛋鸭蛋吃，花销也不小，不如自家养几只，也当个消遣。哎，这有多少只啊？哎呀，别往前看，你可别弯腰，小心肚子。宝珠，这个，哎，我看看，拿来我看看。珠，不等。哎，你拿了多少？跟从前在府里是没得比，可总比上月强得远了。嗯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？给我瞧瞧！你别缠我了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最多。啊？谁啊？这有什么可卖关子的？自然是福东啦。那不，拿了整整有1贯呢。要不是福东，哪有这些竞争？他比旁人分得多，倒也是应当应分。哎，宝珠，我看看你多少，我不管别人，我看一下你到底拿了多少嘛？你给我看着点儿。好个直丫头，猪油蒙了心的小蹄子，竟只打发老娘半贯钱。哎呀，真是下心了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。夫人，那小蹄子正在偷东西呢，您看我抓他个现行。先别声张，我自有计较。好看，嘿嘿。赶紧摘吧，摘完早点回家。啊，回家还有好吃的呢。这个，把这些给祖母，祖母说没这个长得真好。花指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有事，刚好路过。你们摘什么呢？哦，前几日铺子的点心卖得好，福东心里有了底气，就跟我说啊，摘这种青叶子来给面团染色，吃起来满口清香。我今日就偷个懒，不出摊。那回头我可得尝尝了。哎，你前几日说要带着一些点心给你伯父，福东做了一种蜜糕，又香又软，我祖母和苏嬷嬷都爱吃。你明日来杨柳巷，拿些给他尝尝。却之不恭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养家糊口的人哪需要你帮忙啊？明日见。明日见。这是什么？京中有一条杨柳街，专做浆水果子，这是他们新做的蜜糕。
黄伯父久在宫中，难得尝尝这寻常百姓的口味，我就带了一份。妍希，七秀司本就俸禄微薄。伯父，这只要5文钱一份。5文钱？朕还没尝过5文钱的果子。好吃，很黏，你也吃一块，来。陛下，奴婢也想讨一块尝。哎呀，这妍希给我买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去。哎。陛下，献王殿下来了。参见父皇。见过殿下。听闻父皇近来胃口不佳，这瑞鹤楼的果子冠绝皇都，儿呢特意命他们的大厨给做了开胃的果子，还是热的，给父皇尝尝。拿回去吧，朕没什么胃口。世子，这果子是花家人做的吧？殿下可真是目光如炬。前几日才听闻那一门罪妇不知悔改，竟做起了小商贩。这样的东西怎么也敢带进皇都啊？管他什么花家还是草家，几个寻常妇孺做些寻常点心而已，有何不可？我觉得妍希说的对，他们既然舍了颜面，做起商贩，那就自甘堕为草民了。燕公，你就是心思太窄，才会在意。父皇教训的是。殿下，这果子扔了。是。且慢，扔了多可惜啊！弟回京不久，还从未尝过瑞鹤楼的点心。世子还真是好胃口啊！多谢兄长。哎，你怎么也不出声啊？怕打扰你看书啊。看书解解闷嘛。你解数数题来解闷儿。这书很有意思的。看看这个。瑞鹤楼的点心，这东西很贵的，你买的？别人送的。你拿回去研究一下，知己知彼，取长补短吧。胡东一直想见识一下瑞鹤楼的点心，但是舍不得买，好像这一份要半罐的。这个恐怕不值得。唉，看这天色啊，怕是又要下雨。这些果子我只能拉回去自己吃了。放下，赶紧把这个收起来。带起来！这东西可不能扔吃。哎呀，这怎么下这么大呀？为我守候。
停车！把花家的摊子砸了。是，把他给我砸了。是什么事？这位才是东家。这位客人着急买点心啊，包圆可以，小车可不卖。哎，姑娘，你别。这位客官，这一车点心是1贯钱，请问现钱还是挂账？郎君莫不是没带够钱？这么大，找不开啊！不用找了。郎君真是阔绰。你搞什么鬼？吃好了您再来。还不快包起来！看什么看？还不走？走！你可知那人是谁啊？净做些吓人的事情。不知道。啊，算了，不知道也好。不尝尝吗？腻味儿。很甜，挺好吃的。真没想到你竟想出这样自污的法子，同那罪妇厮混。自污？不然呢？若非自污以求自保，难道你图的色相？倒还真不是。哼，怪不得你讨父皇欢心，如此行事荒诞，不顾议论。怎像是觊觎权柄的野心之辈啊！恐怕父皇也是这么想的吧？殿下说是就是吧。楚元熙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。我知道，当年黄伯父教我识字的时候，你常捧着笔墨，眼巴巴的往里面看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不过我确实跟你不一样啊。因为我不是皇嗣，无论我洁身自好还是自污，没差别的。就像这道疤，它永远也落不到你的头上。殿下还记得齐如海吗？怎会不记得？是条好狗，却因你而死。是。可殿下可知这丝竹案是何人所为，又是何人指使齐如海污蔑我？不是我。满朝上下可多猜是你。哼，这么说，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了。好啊，那便是我。我知道不是你，因为只有那个人的话，能让齐如海心甘情愿的去死，能让你战战兢兢。让我离面自正，永离北地。原来如此，原来竟是如此。顾妍希，真没想到，原来你也这么可怜啊！殿下何必说这种丧气话？你我皆有所失。也各有所得吧。不喝点酒吗？我从不饮酒。顾衍公，你活得可太累了。彼此彼此吧。如此想来，我等生在皇家，过得倒连寻常百姓也不如，有国无家。人生如寄。想来注定是要漂泊的。你想啊，这在街上的乞丐
牢中的盗贼尚有所亲所爱，而你我，果真有吗？今日所言之事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今日你我什么都没有说过，又要回宫，回灵王府。既然你不爱吃，我替你分担一点。王爷回来啦！瞧，这是吃什么呢？王爷，是希儿给我买回来的点心，他都忙成这样了，还记得带点心回来呢。你看，王爷，要不要尝一尝？好。好吃吗？怎么，希儿又出门去了吗？啊，听说是在宫里陪嫁，无官无职的，竟也忙成这样。齐如海死了，宴席不见人影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个老家伙，把我的儿子放到了见不得阳光的地方。夫人，这几日啊，我就盯着这个小贱人呢。每隔3日，他就把偷来的蜜糖交给外贼转手。下一回是什么时候？多半在明日夜里。黄毛丫头管家是提傀儡上戏场，还少一口气儿嘞。明晚上，我要叫他把掌家的账本乖乖给我送回来。你且看着，什么叫蛇打七寸。好你个小缠路！姨娘，我……你这个丧了良心的小贱人，吃了狗胆敢吃里扒外！你们都出来！这是怎么了，三嫂？大嫂，你还被蒙在鼓里啊？这丫头快要把咱们这点子家当全卖了。夫人，夫人救我！三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丫头偷了坚红果的蜜，还一灯瞎火，约了人往庄子外头送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小心动了胎气，快回去。他们没事，回去。他呀，是你们长房的人。我呢就不好发落了。现在改你掌家，你倒说说，该怎么办呀？禅露，你说话。奴婢该死，任凭大姑娘责罚。若真有此事，还责罚什么？撵出去便是了。你不辩解，也该告诉我们是为什么。回大姑娘，我的母亲常年要吃药，从前用我的月钱便足够了，可自从咱们到了这里，大姑娘，奴婢是一时糊涂啊。哎呀，大姑娘还是太年轻，那大嫂又是个菩萨啊，难免管不住屋里人的。哎，是，三嫂，就是侄儿他太忙了，他每天要安排家里人的饮食起居，又要亲自到街上监管生意，这晚上回来算账呢，还要算到半夜，难免会有纰漏的。哎呀，可不是，那7个头8个手，管不过来的。哎，这禅露，哎，又是大夫人您的人，哎，那纵然大姑娘知道这个事儿了，那哪有和老子娘拉下脸的理呀？这如此说来，你们主仆2人倒是早有成算。你回去，
呀，二夫人不是我说，那若还是三夫人管账的话，绝技不会出这样的事儿的。哎，大姑娘，你说对不对？老夫人说了，大半夜的听见这里吵吵嚷嚷的，有什么话不妨去她那里分辨个明白。芷儿，你问。福东，禅路的事情你早就知道了，厨房都交给你了，你为什么不说？闺女房里人，哪敢管自家母亲房里人呢？咱们家如今已是手停口停，外头一个摊子，厨房一个摊子。哎呀，家里这么多张嘴要吃饭，一大本账簿子，确实不好做。啊，是啊，听说大姑娘房里月钱比旁人多些。我呢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倒不是不能分担一下。那咱们也就省心省事了。老祖宗，您说呢？按我年轻时候的脾气，监守自盗，该戳烂了手轰出去。老太太别撵我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